清朝同治9年，天津教案余波未了。就在这个风声鹤唳的节骨眼上，一群西装笔挺的日本人踩着皮鞋踏上了天津的码头，领头的是一位20郎当岁的年轻小伙。他们不是来喝茶的，是来下棋的。这一步棋落的是不大不小，却一下让整个东亚风云变色。而与他们交手的就是那位著名的裱糊匠晚清权臣李鸿章。一个是旧王朝最后的智者，一个是新帝国刚刚长出的尖牙。两国交锋从天津山西会馆那张小桌子上谈起，最后谈到了朝鲜，谈到了琉球，甚至谈到了未来的台湾。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外交接触，严格意义上讲，这更像是后来那场战争的序章。从这一刻开始，李鸿章正式在外交舞台登场，明治日本第一次正面对中国下手。两个古老文明的命运齿轮开始咬合，并最终永远改变了东亚的格局。这里是烽火照东南，这期让我们从中日天津会谈开始，聊一聊琉球王国变成冲绳的历史。1870年的9月27日啊，天津港来了一伙日本人。这伙人一共13位，数字不太吉利，但是却个个西装笔挺，戴着礼帽，穿着皮鞋。日本代表团来访，这是个不寻常的举动。日本人想要和大清国谈判通商，缔结合约。清廷呢，派了直隶总督李鸿章到天津进行交涉。不久以后，又裁撤了3口通商大臣，另设北洋大臣由李鸿章兼任。就这样，李鸿章成了中日交涉的主角。这是李鸿章第一次作为正式国家代表开展外交，也是天津这座城市啊第一次正式被拉进外交的舞台中心。日本代表团领头的叫做柳原前光，我们可以看一下照片，这就是柳原前光的肖像。日本的柳原家族是贵族世家，从镰仓时代开始，柳原家族世代服务于日本皇室，并且以历史和文学见长，在朝廷中担任要职。他们的家徽是一只仙鹤。这里还有一段历史，柳原前光啊，在1870年出访中国，3年以后，他的妹妹柳原爱子被明治天皇纳为妃子，并且先后生下1女2子，其中的第2个儿子就是明治天皇唯一长大成人的皇子，也就是后来的大正天皇家人。所以从这一层面而言呢，柳原前光就相当于日本的国舅爷。这位未来的国舅爷最开始是到了上海，后来才北上去往天津。当时呢，正值天津教案爆发，柳原前光呢，因此就成了在这个非常时期到达天津的第一个非军事使团。那么从打明代倭乱以后，就基本不再来往。日本人这一次呢，却不顾危险，他们究竟抱着什么目的呢？这其实是一步棋。应该说，长期以来啊，两国的官方虽然不来往，但是民间经济交往却从未间断，并且随着开国政策日益频繁。但是因为没有建交，所以只能依托欧美处理涉外事务。那么日本在开国以后，同样签署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日本人想要消除其中的治外法权，但是西方列强呢一再拖延，在日本的华人需要额外保护，就是拖延的借口之一。基于这层原因，日本就把这个问题列入到了官方的外交及务4条之中，这是日本急于和中国建交的第一点。这第2点，在上一期我们聊了日本的崛起，其中提到了征韩策，他们把征服朝鲜作为重要跳板，多次提出建交请求，都被朝鲜予以拒绝。公开的理由是什么呢？是日本的文书当中写着天皇，而朝鲜尊奉的是中国皇帝，不能接受他人称皇。这一条道走不通，日本人就想到了找中国，绕过朝鲜，直接找他背后的老大。如果成功了，就可以比肩中国，再回过头来就可以针对朝鲜有序展开部署。这么2个目的，一攻一守，一张一弛，看着是从天津入手，实际上的着眼点却是在汉城，甚至更远。这日本人跨海而来，作为当时大清国高级领导干部的李鸿章究竟作何感想呢？实际上他在6年以前就已经有过一番看法，在给朝廷的建议中提到，今日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复利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将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叟。他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今天这些
西装笔挺的日本人骨子里还是过去那些拿刀来抢的倭寇，只是现在换了套路而已。这番话说过几年以后，日本人就来了，打着通商旗号请求缔结条约。最开始总理衙门是依照惯例拒之门外。这个代表团领头的柳原谦光这时候呢就找到李鸿章再三恳请。李鸿章呢有意想要连日抗西，于是上书总理衙门，主张接受日本订约。这时候主持清廷日常事务的是恭亲王奕欣。奕欣接受了李鸿章的说法，奏请两宫皇太后，中央层面定下来可谈的基调，中日双方开始谈判。日本方面领头谈判的是大藏相伊达宗成，中国方面呢则由李鸿章全权负责。在天津的山西会馆谈了快2个月，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当时争论的焦点是日本要援引西人成立一体成约，并且提出与列强在华利益均沾等等条款，最后呢全被中方一一否决。另外呢，为了达到与支那比肩同格这么一个目的，日方千方百计争取皇帝和天皇并称，大清国与日本并列。在李鸿章的坚决抵制下，日本最终没能把天皇2字列入条约。再有就是这个国号的问题，日方代表团呢反对清政府自称中国，要求条约只写大清国。李鸿章出面力争，说我中华之称中国自上古迄今由来已久，按照以往成立也只是在约手书写大清国字样，其条款内容皆称中国，从无写改国号之例。最后双方约定，中文版本的条约写中国日本，日文版本的则写大清大日本。1871年9月13日，经过漫长的谈判，双方终于在天津签署了中日修好条规以及中日通商章程。您注意这是中日两国在完全自愿、权利义务完全对等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方从中独享权益的平等条约。这个条约还在等待最高层审批的时候，美法等国的使节就向日本外务省提交照会，要求解释中日之间是否订立了军事同盟关系。日本在惶恐之下，又紧急派出国舅柳原谦光赶赴天津，希望删除条约中彼此相助的条款。遭到李鸿章拒绝以后，最后只好作罢。1873年的6月日本代表团再度来到天津，和李鸿章交换了正式批准书，条约正式生效。可是日本人在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朝三暮四，越演越烈。条约上的默契还没有干，日本人就派兵入侵了台湾。在耶稣诞生了大概1870年的前后，他在中国的弟弟洪秀全经过长达10年酒色财权的过度消费，终于在南京一命呜呼，撒手人寰。1周过后，这个南京就成了人间地狱。湘军在城破以后，用大肆屠城的方式向北京方面报了捷。要说那时候的大清朝廷掌舵的是谁呢？是慈禧。可说起来，这位铁腕皇后虽然掌控大权，但那几年还真就没什么值得她眉开眼笑的事儿。一边是太平天国还没彻底清理干净，另一边远在西北的新疆突然炸了锅。那个叛军的势力是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都被彻底震撼。一时间各路军阀蜂拥而起，割据为王。尤其是南疆地区，一下子冒出来好几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清廷的围剿呢，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个浩罕国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着浩瀚的野心。他们的可汗收到消息立刻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什。阿古柏进了城就不走了，直接在当地自立为王，搞了一个听上去还挺洋气的政权，叫做哲德沙尔，意思是7城之国。阿古柏迅猛扩张，清政府还没做出反应，反倒引起了俄国人的警觉。我们看，这是鸦片战争前的清朝版图。在所有的周边邻居当中，日本和俄罗斯这2个国家是最没有安全感，也是最贪婪的。19世纪下半叶的俄国呢，趁着清朝内忧外患，分别侵吞满清在东北和西北的大片领土，随后又开始觊觎南疆地区。说这个老毛子为什么会看上这块地儿呢？这里得提一下当时俄国的经济情况。当时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本来呢是由美国进口原材料，但是南北战争导致美国的棉花难以出口，以至于这个俄国的纺织业陷入了停顿状态。想要南下扩张，
被英国拦住了去路。克里米亚战败，波兰爆发反俄起义，种种原因让俄国人转头向中亚发展。这种情况下，富饶的南疆就成为了俄国人觊觎的中心。他们想要以此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掠取更多的暴利。当时的国际形势，盯上新疆的不止俄国这一家，英国也想在印度和俄国之间建立缓冲区。那么阿古柏就这样成为了英国人的扶持对象，枪炮、物资、技术基本上是要什么给什么。阿古柏和俄国人针锋相对，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那么有了英国人的协助，阿古柏还和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面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人一时间不敢轻易下口，转回头支持中国平叛。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个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开始腾出手来，向北向东全力扩张，相继控制或攻占了会远城、库尔勒、吐鲁番、乌鲁木齐。说阿古柏闹得这么欢，这时候清政府在干什么呢？他们在忙着剿灭捻军，根本无暇西顾。俄国人说，你们要是没功夫就找我呀，我们愿意帮助中国出兵剿匪。这里请注意，中国方面没有明确表态，但是俄国人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心急如焚，举行了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定这个事儿不能等，必须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我们可以通过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在当时说过的话来感知一下俄国人当时的想法。他说，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并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力保卫我们的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在这之后，俄国出兵攻占了伊犁，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说，咱们是同志加兄弟，对伊犁的占领是暂时的，只要中国有能力收复了乌鲁木齐，就会立即归还伊犁。就在这个北极熊把爪子搭住伊犁的同一时间，在遥远的台湾，一场台风吹来了一艘琉球国的渔船，这个船上的渔民和岛上的居民发生了冲突，50多琉球渔民被杀，这就是琉球漂民事件。琉球从明朝初年开始向中国朝贡，后来日本呢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这样就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俄国人占了伊犁这一年呢，日本明治天皇亲政，对琉球的政策也重新做了调整。很快日本政府正式设立琉球藩，开始为吞并琉球做准备。紧跟着他们又宣布说，这个琉球和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就像俄国人代为收复伊犁一样，为了减少国际压力，日本政府高调宣布完全承认并严格执行之前琉球和各国所签订的所有条约。这漂民事件发生以后，日本通过外交试探和出兵台湾，跟清政府签订了北京专约，在琉球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这次日本入侵台湾事件又被称作牡丹社事件，这些在上一集有过详细讲解，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对于清朝内部而言，这个琉球问题带来的刺激要远远高出新疆问题。如果没有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就连昔日羸弱的日本都已经赶在家门口耀武扬威。想要建海军就得要银子，想要平定新疆也得要银子，但是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是有限的，这银子一摊开就一分都不能浪费。究竟应该满足新疆平叛，还是应该先兴建海军？围绕海防和塞防，在清廷内部掀起了一番激烈争论。咱们先说海防派，以李鸿章为头面人物，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海防建设是刻不容缓的。再者呢，从打乾隆年间平定了新疆以后，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去经营塞防，烧了很多钱，可是效率却很低下。现如今呢，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进行西征，何不听听英国人的建议，先把阿古柏给招安了，任他做臣子，收他纳贡，省下那笔塞防费，立刻去造舰造炮，跟日本人到海上去掰掰手腕。再说这个塞防派，这是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的是抗俄要优先于抗日，新疆绝不可弃。左宗棠认为说这个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为京师，西北必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如果丢了新疆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整个中国将会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这会导致需要更多的塞防经费，
更要命的是，如果不战而弃新疆，朝廷的尊严、民心士气都会受到沉重打击。到那个时候，加强海防也会深受影响。最终呢，这个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人们呢，普遍把俄国看作是战国时的秦国。对于清廷而言，选择很痛苦、很简单，但是两相比较，明显塞防要更加紧迫。首先一点啊，这个琉球和新疆相比，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便弃置也不至于伤及根本。但是新疆不一样，一旦失守，整个西线会立即崩溃。其次呢，琉球毕竟只是藩属，琉球丢了是面子问题，而新疆则关系到国防安全的里子。再有，俄国和日本相比，俄国是既不同文也不同种，而且力量要更加强大。日本当时这个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便翻脸也容易善后。这些都是当时清廷内部的主流观点。而且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是这个新疆问题啊，明显要更复杂、更迫在眉睫。它是既有种族矛盾，也有阶级矛盾，而且和太平天国的余部以及捻军等等都有呼应，称得上是心腹大患。新疆、琉球二选一，几经权衡，最终清廷终于下定决心，逐步兴建南北洋海军，同时呢，把国防重点向西北倾斜，全力解决新疆危机。说1875年，左宗棠受命钦差大臣，统帅三军入疆平叛。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简单说呢，就是只用了1年多的时间，左宗棠就基本完成了平叛任务。俄国人过去说只要中国收复了乌鲁木齐，就会立即归还伊犁。看到左宗棠的军队秋风扫落叶，就开始后悔了，他们赖在伊犁就不走了。左宗棠呢是故意留下伊犁不打，在外交上取得主动，在军事上摆出威慑的架势。俄国人一看已经实在是没法拖延了，于是就开始和中国谈判归还伊犁的问题。想把伊犁要回去，你中国必须得赔偿军费，对通商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同时呢还要割让部分领土。中国派去谈判的人叫崇厚，这个崇厚啊出身贵族，父兄都是进士，祖上往前倒25代是金世宗完颜雍。可惜到了他这辈儿有点惨，在圣彼得堡未经国内批准，就和俄国人签下里瓦几亚条约，又名中俄条约18条。如果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将会收回一座空城，伊犁周边几乎所有的战略要地全部都要永久性割让给俄国。签署了这么样一个中俄18条，崇厚一回国就被判了斩监后，换上经验更加丰富的驻英公使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俄国继续谈判。这个崇厚从此以后差点就死了，幸亏多年的外交经验让他积攒了一些人脉，在北京的那个各国公使纷纷为他求情。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也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慈禧，说不能因为他无能就杀了他呀，这个外交官只能因为叛国而处斩。崇厚就这样捡回一条命。光绪4年出的事儿，最后呢他又多活了10好几年才去世。说中俄双方针对新疆问题展开新一轮谈判，左宗棠那边呢是亲自领兵驻防哈密，随身带着棺材，做好了和战两手准备。中俄双方在新疆是一触即发，东海那边也再次告了急。日本的明治天皇下令将琉球撤藩制宪，琉球王必须移居东京。实际上在这之前，日本就已经屡屡要求琉球废止向中国朝贡的惯例，不得接受中国册封，撤销在福建的琉球馆，所有的贸易往来一律划归厦门的日本领事馆。琉球方面和中国的所有交涉一律交由日本外务省处理。这种情况下，琉球国王啊是一边和日本软磨硬泡，一边向中国求援。这个求援是秘密前往的，因为日本已经封锁了交通，不让琉球向清朝朝贡。琉球的官员到达福州以后啊，闽浙总督何景和福建巡抚丁日昌这两个人态度非常消极，时隔2个月才上奏北京，认为琉球对于中国呀并没有多大利益，只是琉球呢毕竟已经恭顺了几百年，从道义上不忍弃诸化外。如果对琉球的求援直接拒绝，那么列强啊可能会认为中国不能庇护属邦。根据他们的建议，清廷命令即将上任的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章到达东京以后，就立即就琉球问题和日本方面展开交涉。何如章是何许人也呢？何如章是广东人，同治7年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
应该说在文学方面，这个人是有着极深造诣的，但是对于外交属实有点盲目自大。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日本属于是单方面宣布非凡撤县，但是还没有正式实行。他是宣布琉球是他的一个县了，你可以不认啊。无论是琉球人的强烈反对，还是国际上的反应，都让日本当局有所顾虑。尤其是中国这时候还是庞然大物，说日本无所顾忌是不可能的。从后来发展来看，如果何如章在当时能够开展有效的外交，未必不能挽回琉球的命运。可惜清廷在关键时间节点所托非人。这个何如章一到日本就犯了外交忌讳，他没有率先拜会日本官员，而是选择在到达神户的当天就秘密会见琉球使者马坚才。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期，会见琉球使节，了解局势是应该的，但是到了日本第一时间就与其会面，从外交礼仪层面而言，这是很不得体的。会见了马坚才之后，何如章立即向李鸿章禀报，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分析。比如他认为日本终将成为中国大敌，之所以多年以来不敢吞并琉球，是因为忌惮中国的反弹。日本如果将琉球改设郡县，就会成为侵略台湾的基地。争夺琉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台湾，不必担心和日本动武，该出手就要出手。当中还提到说，日人无情无义，如癫狗之狂，如无赖之横。根据当前形势呢，何如章还给出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派遣兵船到琉球，表面上是前往琉球质问，实质上是向日本示威。中策明令琉球一同加攻日本，下策与日本反复辩论。那么最终李鸿章和中枢机构是怎么选择的呢？他们决定采用何如章提出的下策。是不是这些人软弱无能呢？我认为绝非如此。从报告内容可以看出，这个何如章严重错估了当时的局面。中日之间在军事方面，清朝南洋北洋水师都还没有建成，而日本呢已经具备远征台湾的能力。中国在当时有没有出海远征的这个军事实力，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自视天朝上国，想要以武力要挟，是极其不现实不稳妥的想法。再有更要命的，从一开始就抱着强烈偏见，癫狗无赖这种话，即便是内部交流也不应该在书面上出现。接到国内的指示以后，这个何如章迟迟不向日本提出交涉，又错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意兴阑珊地提出照会，态度依然十分强悍，说今忽闻贵国禁止琉球进贡我国，我政府闻之，以为日本堂堂大国，谅不肯被邻交欺弱国，为此不信不义、无情无理之事。他指责日本违反中日修好条规，欺凌琉球，擅改旧章，无端废弃条约，压制小邦。他的下策本来应该是反复辩论，到这会儿突然变成了强烈指责，结果引来日本政坛震怒，认为即便是西方国家也不会这么无理，要求何如章当面道歉，否则不再继续商谈。双方你来我往，事情彻底闹僵。何如章在这之后仍然强硬回复，再次指责日本，说发令琉球却不以一言相告，就是你朝日本发号施令算怎么回事啊？好歹也得跟我们言语一声啊。又说只要琉球继续朝贡中国，中日两国关系恶化也无不可。转一天日本回信说，关于琉球藩之事已给予答复，无需多言。20天以后，由日本驻华公使向中国正式声明，根据此前的北京专约，在牡丹社事件中，中国已经默认琉球是日本所属，琉球问题已经是日本内政，又指责何如章的照会无理之极，要求撤换并道歉。事情发展到这里，这个谈判只能转到北京进行了。清廷高层也认为何如章在态度上盲目强硬，毫无意义，揣度中国现有局面，跨海远征实觉力有不逮，若图章声势而显实际，设或围彼窥破，转难了局。这是李鸿章发给总理衙门的密函，其中还提到何如章办理外交是历练未深，锋芒稍重。从其个人表现以及李鸿章的评价已经可以基本判定何如章这个人是干工作激情有余，但是欠缺着眼全局的能力，带着浓厚的仇恨情绪走上岗位，不但不适合担任驻日公使，甚至根本不适合担任外交官。何如章后来是安全回国，在中法战争期间再次错误判断时局，导致福建水师被法军击溃。何如章本人最后被革职查办，回乡养老。
何如章的强硬姿态不但没有取得实际效果，反而使日本占尽先机，加快了吞并琉球的进度。1879年3月11日，日本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以琉球王尚泰违命不公为由，宣布第2次琉球处分。琉球从此废藩置县，紧接着呢就派上军队接管琉球首都首里城，将琉球改为冲绳县，由郭岛之滨担任首任冲绳知事，琉球正式灭亡。何如章搞砸了琉球事务，李鸿章不得不出面收拾残局。这时候正好赶上美国前总统格兰特环游世界到了东亚，李鸿章呢于是邀请格兰特居中调停。但是日本人再次搬出了北京专约。这个北京专约是先有琉球渔民飘到台湾被杀，而后引来日本出兵，日本出兵未果，中国内忧外患，焦头烂额，经过别国居中调停，最终签订了这项条约。除了赔偿遇害难民10万两，日军修路建房，中国愿留自用，支付40万两。其中更为关键的，日本反复引以声明的有这么几句话：自以台湾生藩，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国本意为该藩试问，遂遣兵往彼，向该生藩等诘责。您注意，这里把琉球渔民定义为了日本国属民。日本国此次所变，原为保民一举起见，中国不知以为不是，等于日本对台出兵是为了保境安民，中国不认为这是错误的行为。有这几句话，在日本看来中国已经认可日本保护琉球人，也就是日本对琉球人有裁判权，等于间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看到有这样的条约，美国人格兰特表示很无奈。他的随行队伍中有一位华裔人士，在发给李鸿章的信中直接表示说，中国之大害在弱智一字，只有设法自强，诸事可得自主。格兰特走后日本提出把琉球由中日两国分割占领，南边靠近台湾的宫古八重山2座岛屿划给中国管辖，而中国呢则是提出3分琉球的想法，北部归日本，南部归中国，中部各岛仍归琉球王国，由中日两国确保其独立自主。多次拉锯之后，新疆那边再度进入了关键阶段，种种迹象也表明这个日俄两国很可能是联手对付中国。为了避免两线作战，清廷开始调整策略，同意以日本的提议为基础进行琉球问题的谈判。这个时候曾纪泽在俄国的那个外交斡旋也取得了进展。1881年2月24日，曾纪泽代表中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领土方面，俄国归还伊犁，但是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军费方面，由中国赔偿俄国900万卢布，折合白银500万两。贸易方面，俄国商人在新疆可以暂不纳税。边民国籍方面，凡是伊犁居民可以自由选择保留中国籍，或者迁居俄国，加入俄国籍。与此同时，在左宗棠的建议下，清廷下令废止新疆原有已经实行数百年的军府制度，开始实行和内地相同的行政体制。湘军名将刘锦堂出任第1任新疆巡抚，好不容易平定了新疆，琉球的问题只能拖延搁置。平心而论，在当时国内国外的复杂局势下，暂时搁置琉球问题可以算得上是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不成想时间一长，大清国是一天不如一天，拖延搁置也就转变成了放任。既定事实一旦形成，挽回的可能也就越来越小了。新疆问题解决了以后呢，还没来得及考虑琉球问题，法国人在越南那边又闹了起来。几经辗转，日本的实力迅速增强，终成伟大不掉之势。越南问题解决了，紧跟着朝鲜又成了焦点。最终一场甲午战事，连台湾也沦陷于日本之手，琉球问题就这样被一再搁置。中国的宗藩体系迅速瓦解，战略缓冲地带丧失殆尽，俄国和日本从此就双双成为了中国最为凶险的敌人。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仍然尽可能在表面上轮番扮演着中国好邻居的角色，只是乱花渐欲迷人眼，那些友善可靠、温文尔雅的笑容背后，随时都有可能浮现出来他们真实且贪婪的獠牙。好了，读历史知善恶，这里是烽火照东南。如果喜欢，欢迎订阅。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